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分享的还是防晒。上一集我是分享物理性防晒，今天这一集呢就是化学性防晒呢。今天这一集应该是最后一集的防晒分享了，我想应该有些观众已经看腻了。大部分的化学性防晒的肤感会好一些，如果你是偏油性的肌肤，今天应该可以找到适合你自己的防晒。那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有兴趣，我们就继续咯。好，那么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要先声明一下我的状况，因为上一集的物理性防晒呢，很多产品用在我的脸上都是满脸油光，这个是一个观众朋友在留言跟我说的，他说除了粉状那个防晒产品之外，所有的防晒上到我脸上都是满脸油光，是蛮好笑的，因为我自己看一看好像也是哦，但是其实你们在镜头上看到产品这么油，它只是一开始上出来的感觉，还有我打光的关系。因为我前面还是会上一些保湿的产品，之后再上防晒的，不然之后会非常的干。其实实际上上到脸之后呢，在自然的光线下并没有那么亮的，大概那个光泽会少4成左右，而且时间越久了，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防晒会越来越干的。我给大家参考一下，上一次我最油最厚的那个物理性防晒，应该就是第二个的 Dr. Oetker 的物理性防晒，这一款呢是最厚最油的，在上一集里面我有拍下大概用了7到8个小时之后，我的脸已经非常干了。你会看到我的皮肤在脱皮，那是因为我有正在使用 A 醇类的产品，所以它有些脱皮的现象，不是防晒引起的。但是因为我皮肤是很干的状态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皮肤并没有一直出油，其实几个小时之后它会越来越干的。你看我的防晒刚使用完的时候，就跟上一次的影片一模一样的状态。但是呢，8个小时之后呢，我的皮肤就是变成这样了，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的油，这么的亮。那些物理性防晒到最后都会越来越干，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说法。如果我说不油不闷皮肤，就是不闷皮肤。那么为了今天的化学性防晒的准确一点，我有部分的防晒产品我有重新再拍一次，可能半个小时到几个小时之后呈现的状态、肤况不同的光线，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希望这样子的表达会对你们有帮助，更加的明确咯。首先第一个要分享的防晒产品是 Goodwill 的鱼腥草化学性防晒。这个防晒我觉得它很好用，它的质地呢是白色的乳液，是非常好推开的。涂抹的过程呢，觉得它是一个保湿的乳液，非常的舒适，会有一种水润的感觉。这款我觉得前面不用任何的保养品也可以直接上，我觉得它的保湿跟滋润度都还不错。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刚好的，所以镜头上觉得还是有点油亮的感觉，但是它的肤感是非常舒适的，不会有闷皮肤的感觉，而且随着时间它还是会被皮肤吸收一些油分。顺便说一下，我今天示范的防晒影片都是擦2层的，我会涂比较厚一点，擦足够的量去给大家参考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只是涂1层比较轻薄的，这个油亮的保湿感觉还是会减少一点的。其实我涂这个防晒在自然光的情况下是非常的自然，不会特别的油亮。我给大家看半个小时之后跟4个小时之后的差别，你们可以看到我皮肤上的防晒产品其实随着时间越长就变得越轻薄，越不油腻。我觉得这产品呢是偏保湿一点，但是油性肌肤是可以使用的，它是属于所有肌肤都可以使用。敏感肌不喜欢泛白的防晒可以试试看，因为这一款非常的舒缓跟温和。这个产品在我皮肤敏感中的时候使用也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感，因为它里面也添加了鱼腥草萃取的成分，可以舒缓皮肤的敏感状况。这款防晒有 SPF 50度加 PA4+的防晒系数，它是一款纯化学性防晒，里面添加了4种的化学性防晒，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跟精油的，闻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香气。顺便说一下，为什么我会在意化学性防晒里面的成分有几种。虽然之前有一些小博士们、观众朋友说过，防晒的种类不会影响到防晒的效果，比较会影响的是你使用的防晒量，还有产品的防晒添加量。这些资讯都是非常正确的，只是因为我分享的大部分都是韩系的产品，你会很少看到韩系的防晒产品，它里面会说自己的防晒成分添加多少量，真的只有很少部分的防晒产品，它会说明每个防晒的添加量。所以以我以往的防晒经验去拼凑，我觉得韩系防晒
雾化防晒和化学性防晒，你看它的防晒成分是不是足够，就是看它的成分列表的排名，它的防晒排到哪里去，还有它的种类。大部分韩系防晒测出来的效果不错的，都是不会少于2种防晒的添加，通常都是有添加4、5种的防晒成分。所以我看化学性防晒挑产品，我会看它的防晒种类，这个就给你们参考了。如果有一些小博士们，你们知道更多的知识，也可以来留言补充一下，非常欢迎你们补充知识，可以让更多的人吸收不同的资讯。这款防晒产品呢，也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款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Mixun 的积雪草化学性防晒。这个品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它的，因为它使用的原材料都是非常的保障，而且大部分产品呢都是很适合敏感肌使用。它的所有产品的成分都是比较单纯一点，不会太过复杂。而且这一款防晒实质上被测出来的防晒指数有 SPF 66.3 的防晒系数。因为我有在追踪一个韩国的美妆 YouTuber， 他叫做 Yuna， 他保养的非常好，主要是他知道的保养品的知识非常多，而且他也是有通路可以去实验室，他能够找一些相关的人士帮忙实测，所以我对他也是蛮有信心的。先说一下它的质地跟肤感吧，它的质地是乳液状，非常的好推开，也是非常水润的，抹开的时候有一点点清凉感。其实它是有酒精的添加，但是它的保湿力是非常好，也很适合妆前使用。虽然它是有添加酒精，但是涂抹的过程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刺激感，只是有清凉的感觉而已。其实涂抹完之后会发现这个产品的油分会稍微再增加一点点，会变得再油亮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肤感还是属于偏清爽一些的，不会闷皮肤。然后随着时间增加之后，脸上的防晒会变得再轻薄一点，会变得越来越舒适。所以这种防晒我也是觉得它适合所有肌肤使用，油性肌肤也是可以尝试。我觉得它的保湿感其实跟 Good Door 差不多的，只是 Good Door 会再温和一点，会厚实一点它的膏体，因为这一款加了酒精嘛，所以它还是会再挥发一点点水分的。然后它的防晒系数是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，成分里是没有添加人工香精的，但是有添加酒精跟精油部分。它的酒精成分放到第4个成分，其实蛮前面的。精油部分是添加了薰衣草的精油，我觉得闻起来是蛮舒服。这个薰衣草的香气是非常的像野外的薰衣草香，会闻得出来这个精油的质量是属于比较好的。但是因为它也添加了酒精嘛，基本上涂抹完之后呢，挥发一下就没有了这个香气。保养成分方面呢，它添加了积雪草的提取物，所以有一些舒缓的效果。但是如果你对酒精会过敏的话，就不太适合咯。然后它的化学性防晒成分有4种，那我的使用感受呢，觉得它的肤感的确是很好，但是我个人也是最不喜欢是有添加酒精部分，因为它添加的量也蛮多，也蛮有感觉。可是因为它的质地的关系吧，它本身是比较油一点的，但是加了这个酒精呢，我觉得挥发一下就变得比较舒适这个肤感，所以我觉得平常使用还是蛮舒适的。而且我觉得它比我想象中温和一点，因为我皮肤不稳定的时候使用它，居然不会感到刺激感呢，我觉得还蛮舒适的，所以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刺激。那么这个防晒产品呢，我觉得它是属于所有肌肤都可以使用，但是油性肌肤我建议化妆水之后就直接用它了，就不要擦太多的保湿类的保养品了。这款已经有保湿的效果，这个防晒擦到我的眼周也没有刺激感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Dr. Olga 的 Cica 防晒。这款防晒是纯化学性防晒，上一集我有分享过它的2款的物理性防晒，肤感我都很喜欢，也是很温和的。但是这一款呢，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刺激，用在我脸上是有点刺激度的。首先说一下它的质地，它的质地是白色的乳液状，也是属于非常好推开、很保湿、有滋润度的防晒质地。用起来它的保湿滋润感呢，比我前面分享的化学性防晒都还要高一点。其实我觉得它的肤感是很好，一样都很像擦保养品的感觉，但是一边涂抹的时候会感觉到有清凉感，可能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一些精油的部分，使用起来
感觉本来是蛮舒服的清凉感，但是到后面就变成有点刺激，我的脸就开始越来越红了。到后面呢，我就要直接把它卸掉。其实我之前也有尝试过把它一整天没有卸掉的情况下，观察一下我的皮肤状况会怎么样。虽然在皮肤上面它也不会有什么很明显的过敏现象，但是它有一点造成我皮肤不稳定的状况。当我皮肤在洗脸的时候，就感觉已经不太对劲了，皮肤看起来就有一点点想要过敏的现象。这款防晒擦在我的脖子是很 OK 的，也是有清凉感，但是它不会让我的脖子变红或者是有过敏的反应。这款防晒我觉得如果你是健康皮肤又是干性肌肤可以尝试，因为它非常的滋润保湿。油性肌肤我就不太建议呢，它比较适合混合性肌肤到干性肌肤使用。它也是随着时间这个油润的感觉会减少一点，妆前使用也是不会搓泥。然后它的防晒指数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，其实成分还是蛮好的。第一个成分就是积雪草的提取物，加了 55.9% 的。保养的成分有添加烟酰胺，还有迷迭香叶油，就是精油的部分。防晒的成分有添加4种的化学性防晒，本来我觉得它应该是很适合敏感肌肤使用才对，但是我自己个人用起来会敏感，所以有点可惜啦。如果你不是很敏感的皮肤，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Etude 的保湿防晒霜。它是一款化学性防晒，上一集我有分享过它的物理性防晒，这款防晒也是 YouTuber Director Pete 联名出的，它也是有去实验室确实的测试防晒的效果。它的质地呢是白色乳液状，也是非常的水润，非常好推开的。我觉得干涂抹这款防晒的质地是跟前面的防晒产品差不多保湿的，但是到后面随着时间，它的流失的水分会比较明显，它的锁水能力我觉得没有前面的化学性防晒这么好，所以如果你是干性肌肤，前面的保湿还是要做好一点。油性肌肤的朋友可以化妆水之后直接上防晒。这款防晒也是对海洋生态友好的，防晒成分里面有添加5种的化学性防晒，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，它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和精油，闻起来是完全没有香气的。另外它还添加了积雪草的提取物，还有 B5 和尿素的成分。这些成分除了保湿之外，还有舒缓的效果。我觉得这款化学性防晒是很推荐的，它的成分和整体的功能性都很好，而且价格 CP 值很高。这款防晒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哦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Cynic 的防晒精华。它是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，它的质地呢是白色的乳液，也是属于非常好推开、很水润、很保湿的，有一点像精华霜的感觉。虽然今天分享到的防晒质地都非常好，但是它的肤感质地我觉得有再更好一点。看起来虽然很相似，但是上到脸上你会感觉到它的水分还有舒缓、温和度都很好，用起来保湿度很好，但是不会黏，也不会闷皮肤。随着时间吸收之后呢，它会减少一点那个保湿感，但是这个肤感呢是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的，无论你是干性肌肤、油性肌肤都可以使用，使用它都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。然后它也是很适合化妆之前使用，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搓泥，使用起来它也是没有任何的香味，它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添加。防晒成分呢，它有添加6种的化学性防晒，保养成分呢有添加烟酰胺、透明质酸、绿茶提取物，还有积雪草提取物、B5 腺苷等等的保养成分。它的保养成分有比较多一点点，所以感觉到使用它的肤感是很像擦保养品的，非常的舒适。敏感中的时候用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感，很推荐敏感肌使用。这款很适合敏感肌哦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Delva 的化学性防晒。这种防晒上一集有分享过它的物理性防晒，其实我觉得它的化学性防晒比物理性防晒还要好用耶，难怪在韩国这种防晒是人手一支的，几乎你会看到所有的韩国美妆 YouTuber 都会使用这款防晒。它的防晒系数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，质地呢是白色的乳液状，非常好推开，很水润，很保湿。韩系很多的化学性防晒质地都非常好，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受和肤感我都很喜欢耶。虽然大家好像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但是它上到脸
上，你就会知道它还是有一点不一样，它的保湿水润感呢，真的有点像精华霜，我觉得跟刚刚的 Cynic 的感觉是有点相似，但是我觉得 Cynic 会比它温和一点，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一些精油的成分，所以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的话，可能就不太适合了。我觉得它的保湿度是非常好的，也很适合妆前使用。你会看到镜头上面使用完它，我的皮肤也是非常的油润的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是保湿感比较明显，它会随着时间这个油润感会越来越少的，会变得比较自然一点。这种防晒我觉得它是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，油性肌肤就把它当成乳液跟防晒一起使用，它的肤感抹开之后会化成水，肤感非常好。它是没有添加香精的，但是有添加酒精和精油部分。精油部分呢，其实跟它的物理性防晒还蛮类似的，都是一些柑橘类的精油萃取。酒精部分也是排的比较前面，排到第4，但是使用感受其实也没有到很刺激，也是比想象中温和一点。它只有涂抹的感觉，有酒精的清凉感而已，其他的刺激感呢其实也没有。其实它还是蛮保湿的，完全不会有拔干的问题。我觉得干性肌肤使用也是会很适合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，就要注意了，因为它也是添加了多种的精油萃取，对于皮肤比较容易过敏的朋友们是不太适合的。我自己的皮肤没有发炎的情况下使用，也是不会有感到一点刺激感。但是如果我皮肤不太稳定的时候，正在发炎中了，使用它还是会有刺刺的感觉。好，这一点就给大家参考咯。另外，它也是纯素配方，它的防晒成分呢是有添加5种的化学性防晒。除了防晒跟精油成分之外呢，它还添加了很多的保湿成分，比如说烟酰胺、积雪草提取物、马子线提取物、荞麦提取物、姜黄根提取物、白松露提取物、葡萄酒提取物等等的植物性的萃取成分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油脂添加，是蛮丰富的。那如果你是皮肤比较健康的朋友们呢，这一款可以试试看，它的肤感是非常好的。因为防晒产品实在太多，我本来要分享这2款的化学性防晒，但是这2款之前也有分享过好几次，如果有兴趣可以找回之前的影片看。这2款的肤感也是非常好，也是很推荐的。但是今天这一集我就不多说了，那我们直接进入雾化防晒部分。雾化防晒就是化学性防晒跟物理性防晒混合在一起的防晒产品。我手上这款呢是 Media 的防晒霜，这种防晒很容易买到，在各大的药妆店都可以买得到。它是一款日系的防晒霜，有 SPF 50度加 PA4+的防晒系数。这种防晒霜的质地非常的有趣，它的质地看起来是白色的乳液，但是呢抹开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物理性防晒那种感觉，有一点雾粉粉的，可是它又非常好推开，使用起来真的是有物理性防晒的优点跟化学性防晒的优点。抹开的当下呢就有点粉雾的，好像会有一点提亮肤色的效果，但是呢它又很自然，它只是有一点雾的感觉而已。然后它涂抹开之后呢比较不会反光，看起来不会有油亮的感觉。我觉得油性肌肤也会喜欢这个质地，但是呢它的感觉比较有存在感，真的是比较像是物理性防晒那种感觉。它也是随着时间呢会变得越来越自然，越来越哑光一点。它也是适合妆前使用的，不会搓泥。我觉得它肤感很像 Shiseido 的敏感话题的纯物理性防晒，我觉得它们使用起来肤感是有点类似的，有一点粉的卡的，它不会那么的顺滑，但是因为它也是添加了化学性防晒，所以同时那个质地呢就没有这么的厚重。其实它最多添加的成分就是氧化锌，这种防晒呢它就有说明它的防晒成分添加了多少的量。它的第一个成分就是添加了 9.92% 的氧化锌，然后第2个到第5个成分都是化学性防晒的成分，也是有说明添加了多少含量。我会把成分列表放到我的留言上面啊。然后到第6个成分才是水，最后就是酒精的成分，它是有添加酒精的，它没有添加香精跟精油还有 PEG 的部分。基本上我今天分享的防晒呢都是没有添加 PEG 的，但是其实市面上的日系防晒产品也是很喜欢添加 PEG 的成分的。这一款是没有添加 PEG 的，它是没有任何的香气的，虽然它是添加了酒精，
但是它的肤感觉不到有酒精感。然后它的保养成分呢，只添加了水解胶原蛋白。以防晒霜的成分来说是非常的优秀，我觉得它也是非常的保障的。你看它的防晒成分是有添加4种的化学性防晒加氧化锌物理性防晒的，而且它的防晒成分全部添加到成分列表最前面的，也有列明清楚它的防晒添加量，所以这一款我很推荐。我是敏感混油皮，使用它也不会感到刺激，就算敏感中用它也不会有刺激感，而且妆前使用也不会搓泥，使用起来也不会太过油亮，整体的感觉保湿度都还蛮好的。只是如果你是干性肌肤，前面也是要做好保湿哦，它会比我前面说的防晒产品都要清爽一点哦，因为它的保养成分是添加比较少的。就这种防晒霜，我觉得它也是很值得购入，日系产品里面它算是宝藏了， CP 值高，也很容易买到。接下来的防晒分享的是 Dr. G 的防晒霜。这一款防晒也是雾化防晒，它是有 SPF 50度加 PA 3个加的防晒系数，它的内容物的颜色是有点带橘的肤色，其实涂抹起来非常的自然，是属于所有肌肤使用都不会泛白的，而且它还有一点素颜霜修饰毛孔的效果。我觉得它使用起来很像物理性防晒，涂抹起来的效果比较不会有这么油润的感觉，反而是有一点粉粉雾雾的，而且时间久了它会有点收干皮肤的水分，但是我觉得它的保湿度算不错，到后面虽然变得比较雾面一点，但是它不会拔干。但是如果干性肌肤，前面一定要做好保湿咯，前面还是建议使用一些保湿产品再使用。我觉得它的提亮效果是比较自然的，它不会像一般的素颜霜很夸张很白很亮，但是它是有均匀肤色的效果的。这款防晒的成分是有添加氧化锌跟2氧化钛，再加2种的化学性防晒，它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和精油，闻起来只有一点点的防晒味道，没有任何的香味。除了防晒成分之外，它还添加了烟酰胺、松树皮提取物、塔拉果提取物、棉花提取物、葡萄籽油、小麦草花提取物、绿茶提取物等等的保养成分添加。我觉得它平常使用起来也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，只是它会比较像物理性防晒，所以它有一点传载感，你会感觉皮肤有擦东西，会有点像 Dr. G 另一款，会有那种一点点粉雾的感觉，但是它不会油腻，所以油性肌肤也是可以使用的。我觉得它是所有肌肤都可以使用，保湿度是偏清爽一点的。我平常使用它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只要我皮肤有一点不稳定的状况下使用，它都会让我皮肤更加的不稳定，甚至有点小过敏的现象。所以我觉得就给你们参考吧，因为每个人肤质不一样，我会比较建议，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的话，就不要使用它了。终于到最后一款的防晒分享呢，它是私密的保湿防晒霜。这种防晒呢是属于专柜的产品，它也是我今天分享到最贵的防晒霜。它的质地呢是偏乳液的，颜色有一点点偏蓝色，抹开之后的肤感非常好，也是有水润的感觉。它的保湿滋润度都很好，涂抹开之后虽然不会泛白，使用起来的感觉会偏向化学性防晒，所以它的肤感很好，但是我觉得比较不适合油性肌肤使用，它比较适合混合性肌肤到干性肌肤。成分上它是有添加4种的化学性防晒加氧化锌，它是没有添加香精跟酒精的成分，但是有添加一种 PEG 的成分和精油的部分，闻起来也是闻得到精油的香味。我觉得这个香气的是还好，闻起来是好闻的。然后它的植物萃取添加非常多，真的有一点夸张，加上它是有 PEG 的成分添加，所以我觉得敏感肌的话比较不建议。平常使用它也是不会有过敏的状况，但是常常使用这款防晒，我的皮肤也是比较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状况，尤其是在我皮肤已经不稳定了，再使用它就会比较明显有一点点过敏的现象。所以这种防晒呢，我比较推荐给健康皮肤的中性到干性肌肤使用。好，那么今天防晒产品分享终于都分享完了。如果你们有任何的疑问，或者是有什么意见啊、见解啊，我都欢迎你们留言给我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